作为班上唯一一个外国学生，你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经历？你说唯一的烦恼是什么？老找我让我写英语作业，然后你说这真的是，哎呀，所以你英语更好还是中文更好？肯定是可能说中文稍微好一点，对，但英语也行，你不要给我搞太大难度那种，那就不行了。Kennedy, a Nigerian born and raised in Taiyuan, Shanxi Province, gained fame for his role in Wolf Warriors 2, a huge successful movie that earned 5.7 billion RMB. Today, he is a social media sensation with over 6 million followers and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bridge in China and Africa. How does someone born in China with African roots embrace Chinese culture so deeply, and what advice does he have for seiz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China? Let's dive into his fascinating story. Hey,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Kennedy. I am from Nigeria, and I was born in China here in Shanxi Province. Yeah, like I've stayed in China for 20 years now, and I'm like doing live show selling. Like I do like selling in Douyin. Yeah, like we call it like 电商. Yeah, that's what we do. Yeah. I know you were in one of the Wu Jing's movie. Yeah. Wolf Warriors too. Yeah, Wolf Warriors. You're like the most popular guy I ever interviewed. It's my pleasure. No.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interview. Like, okay, you can start your questions. Okay, so how's the story happen? Like you were born in China? Yeah, I was born in China in Shanxi Province because my mom, like, she was teaching in Shanxi in Taiwan 理工大学. Yeah, and she moved to Nanjing in Nanjing Xiaozhang 大学 and a lot of schools, maybe like Shanxi 大学 and lots of schools. Yeah. And my mom and my dad, they were married in Beijing here. So yeah. So your father is from Beijing or is No, from he's from Nigeria? Nigeria too. Yeah, he's also a teacher. Yeah. Did you know why your parents moved to China? Like my father, he really likes China. He likes Chinese histories. Yeah, and my mother, like maybe because she likes teaching, so she started to teach English in China like 20 years ago, like 25 years ago. So do you prefer the interview be in Chinese or English? 都可以，英文也可以，中文都行。那我们说几个中文话题，然后一些英文话题。没问题。First question is like, what is it feels like being a black person like born and raised in China? Like because like 就是有点反差，就是怎么跟你讲用，就是我说中文来说英文都行。就是因为我会说方言嘛，然后我是山西人，我会说山西的方言，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我坐滴滴的时候啊。我打车的时候就说，可能说我跟师傅在那里说很流利的这种山西话或者中文，然后我突然去开车门的时候，师傅把门锁了，说 no， 不要进来。我说怎么了？这不是你的车，不要上车。他，我说就是我的车。我说哇靠，你中文那么好，原来是你，因为他以为是一个中国人叫的车，你知道吧？但是他一看怎么一个外国人要是拉上车呢？然后他一听哇，就是一个就觉得我很中文，你知道很中国，你知道吧？因为我说的可能方言和太流利了，所以就可能说就比较反差，你知道，就是那种就会有人感觉，可能说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你可能听到电话是个中国，你一看到是一个，就是一个你像我一样，你看哇这么反差，你知道吧？就这么一个情况，对。可以说两句山西话听一下吗？大家好啊，我是台语的啊，哪道理？就是像我这皮肤的人是可以晒黑的啊，真的，因为你看，就是我跟你讲，就我希望大家不要对那个我们就是比方说黑色种族的比较有点误解什么的，说黑是一直那么黑，其实不是的。像尼日利亚人，说实话很白。你看之前，你看我这个颜色啊，你看我肚皮啊，我的颜色都是可能偏棕一点。你看我颜色都偏棕一点，你看到没有？你看偏棕一点。你的手臂跟你的脸。对，你看发现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在三亚晒黑的。我听说过，在三亚能晒黑，你知道？你看现在黑成这样子了。不要说什么，老是有中国人问说是哪里更热一点，是非洲热还是中国热？中国热，我跟你讲，真的是，我是在中国晒黑的，我跟你讲。你在国内是如何进入电影的这个电影这个界？其实说来话长，因为毕竟是7、8年前的东西，是我舅舅的一个朋友，然后可能说通过介绍，因为他们当时，因为我战狼里面有个 Instagram 可以说啊，那 YouTube 可以说，战狼里面有个卖黄片的角色。就是他需要就是一个，就是他，因为我那个小孩嘛是在卖黄片卖给吴京，到时候你可以剪进去，卖黄片卖给吴京。然后呢，我是在一个码头，然后专门进行这个卖黄色碟的一个生意。然后呢，他们吧可能需要一个比较稍微猥琐的人。
因为说实话，因为大部分人，你看，大部分在中国的黑人，可能说比较像威尔史密斯，都很帅、很正直，你看都是腹肌啊这种的。你说长得那么猥琐的，说实话真没有，你知道吧？当时真的是，当时挑了几千号人就选我一个。哦，因为什么？因为我长得太猥琐。导演一敲定说就他了。对，因为现在有很多外国人都想来中国，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如果说来自就是外国人想来中国工作，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我觉得首先一就是中国机会很多，实话啊，我实话来讲，中国机会很多。我觉得来的话，先把中文先学习好一点点，因为首先一，我觉得说实话，学中文说实话会很快的。很快，因为语言环境可以改变人，而且这边人特别友好啊，去学习中文。然后呢，可是从事什么行业更好一点呢？我觉得可以从事外贸行业，抖音的外贸行业，比方说把国外的东西、好的东西带到中国来，或者说可以把就是 TikTok 也是，因为 TikTok 吧，就国外的 TikTok 很有机会，可以把这里的商品带到国外去或者他们的国家，因为这里的产品非常便宜，质量非常好。对，然后比方在义乌的话，可能说你买一个袜子，可能说你一个袜子，可能说就一盒袜子啊，可能就几毛钱，你卖到你那里国外，你卖个$1都没啥问题的，就有很多的利润可以赚。对对对，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特别便宜，可以从事生意行业。对，因为这里的工厂非常好，这里的发货非常好，供应链非常好，货运特别好，特别快。我跟你讲，我从中国寄到我尼日利亚东西啊，3天就到了。之前我可能会觉得，就可能部分人会觉得，哇，那不得坐船吗？各种要2-3个月，不，几天就到了。义乌啊，就是 everywhere is business， 真的。所以如果想做国际贸易，可以联系你吗？可以联系我，可以找我咨询点建议，因为我家里面做外贸起家的，我舅舅是他做外贸的，对。然后他们因为现在以前我家里面是做老师，现在他们在尼日利亚那边就马上做个大型超市了，对，因为就是说，因为它就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和价格差的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抖音现在的粉丝量是多少？我现在抖音的粉丝量就是我全平台粉丝量是大概是600多万到700万，就是这我的号500K， 还有一个是1.8 million。接进去可以，到时候你截图截进去。快手是2.6 million。抖音现在我也不做娱乐了，我现在就主要做把那个国外的东西带到中国来做这种国际贸易。对，因为就是价格差、信息差，而且我觉得做生意更稳定一点嘛。你的年收入大概是几位数吗？我觉得这个留给评论去猜。OK， 你在中国出生长大，好奇你比较中国人性格的那一方面是什么样？更通，就是因为什么呢？中国咱们有个叫人情世故嘛，对我可能说在处理这方面更通透一些。然后尼日利亚人呢，可能说比较大方嘛，大气一点和比较直嘛，然后我可以解决得很好。就基本上说实话，两边都要的就是效率，我能帮他们解决效率。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经济大国，对尼日利亚做生意也比较久远。中国也非常屌，因为中国什么都有，对啊，经济也是非常屌的。你现在会说多少种语言？我现在就2种嘛，一个英语和中文。对，加上方言的话就不用算，因为我还会说南京话、山西话、杭州话。就是一开始我在山西。我有山西话对不对？然后我去广东，我又学一点粤语，識聽冇識講㗎，識聽唔識講，然後識聽唔識講，對，然後還有時候我又去了北京，北京話我也會，對，地道，老北京兒，對，地道，你知道嗎？對，然後完了，我又去了那個杭州，好不啦？對不對？講就基本上語言環境會影響你的。因為我也認識幾位在中國出生的外國人，但他們很多人蠻多的圈子一直都是外國圈子，對，是因為他們原生家庭也不是說中文的嘛。對。那是什麼讓你願意選擇的中國圈子呢？我可能一直在中國學校多一點，對，因為有個這麼情況，當時我在南京上國際學校的時候，因為我當時我在3年級，我跟他們上中文課沒法上，我得去上6年級的中文課，因為中文屌爆了，太屌了，你知道，所以只能上6年級的。对，而且我以后将来从事的也是中非贸易，所以说我基本上也就是可能跟中国这边学习多一点，然后再跟非洲那边学习多一点，两边去做生意。真的是因为我给你看，比方人家要买车，非洲那边买车，我都是你看买什么挖掘机，买什么卡车这些的，我基本上也都在做，基本上我都在做中非贸易，你知道吧？很多。非洲人他找我做生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能把所有的供应链都很快的结合给他，要不然他还得去 Google 查各种乱七八糟，特别麻烦。打电话，因为语言也沟通也不方便。我马上我又会说，我们有 Pidgin English， 就是我们有个方言，就尼日利亚西非那边都知道叫 Pidgin English。我一说那个西非那个就是英语，马上就解决特别快，你知道，我转化特别快，真的是。所以说很多非洲他喜欢找我做生意。作为班上唯一一个外国学生，你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经历？有没有遭受过种族歧视？种族歧视没有。我觉得中国还是比较好的，中国哪有种族歧视？没有种族歧视。然后包括那个，你说唯一的烦恼是什么？老找我让我写英语作业，然后你说这真的是，哎呀，
老让我帮忙写英语作业，你说这可以吗？真的是，所以你英语更好还是中文更好？肯定是可能说中文稍微好一点，对，但英语也行，你不要给我搞太大难度那种，那就不行了。太有意思，太有意思。那我们就最后一个话题，对于想来中国的外国人有什么建议吗？对我来了解的话，其实他们来个1-2个月、半年，其实大部分也差不多也能融入进去这个环境了，只是看你想不想学，对吧？去酒吧喝2次酒就懂了，这个是玩抓手指啊，玩骰子这种的，真的是。当时在杭州的时候，有个德国工程师，他过来开会，我们就是他在外面自己喝酒，我叫过来一块喝，妈呀，选的骰子特别快。3, 6, 4, 1，就特别快，然后慢慢就开始说摘，就飞摘，你应该广东知道吧？知道。摘批，学的特别快，你知道吧？第一次来中国，才刚来2天，过来开会的，照样学的特别快，就是环境问题。中国是个很好的地方，然后都特别友好，真的都真特别友好，实话。对，然后也可以去山西看一看，山西是我的老家。然后呢，山西有非常多的中国历史，因为3000年历史看陕西，5000年历史看山西。最近很火那个黑神话悟空，对，应该都有玩过这个游戏。那咱们国外的兄弟们可以来山西玩一玩。你想吃到很多中国的美食，和感受到很多就悠久的中国历史，来山西就没错。山西我还没去过，所以你一定要来趟山西，真的是很多地方。山西说实话应该是历史庙啊各种的是最多的地方。对，可能说比你去西藏还要多，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山西很牛逼的，很厉害的山西，对，而且你想看到什么景色都有，对，因为山西是一个五脏齐全的地方，能够感受到你确实是发自内心热爱你的家乡。对，让我讲讲，因为我在山西出生的，山西长大的，对我对山西也比较了解的。如果观众想联系你，有什么方式可以联系到你？你 WhatsApp、WeChat、email 都没问题。哎，你的中文全名是什么？谢谢肯尼迪。对，没事。OK，那我们结束了。OK，感谢啊，欢迎大家来中国玩啊，欢迎大家来山西玩。